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俄亥俄州 Toledo 教会聚会后的分享与见证。今天要和您分享的题目叫约柜桌子的起因和目标。最近聚会里提到了神子民成长的蓝图和目标，这个可以从帐幕中所有器具的制作和摆放得到印证。其中最让我摸着的是约柜和陈设饼桌子摆放的次序。当帐幕立起的时候，在所有的器具中，第一个被放进去的乃是约柜，它是帐幕的中心。约柜里有神的两块法板，见证神的自己，因此约柜就是神的见证。今天神的约柜，那基督的见证乃是召会。召会是基督的扩大，召会的存在是为着彰显见证基督，这是保罗所说的极大的奥秘，基督与召会。见证的柜不仅是整个帐幕的中心，也奠定了整个帐幕的基调。换句话说，一切在约柜之后被摆放进来的器具都必须以神的见证、神的自己为中心为准则。根据这个认识，若是没有见证的柜，随后被摆放的陈设饼的桌子就毫无意义。我们也绝不可能正确地享受基督做我们的陈设饼，因为陈设饼的桌子的产生和设置，单单是为着见证的柜。换句话说，只有当我们为着神的见证，就是基督与召会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有主的桌子。我们没有桌子很大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没有为着召会。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读经、祷告、诚心、聚会、追求属灵，什么都做了，还是觉得没有力量呢？因为我们没有和见证的柜发生关系。如果我们只关心自己的属灵，而不是为着神的见证的时候，就没有陈设饼的桌子。我们一切属灵的操练可能要沦为宗教的活动，这就难怪我们没有力量了。真正的吃喝都是连于见证的，吃喝的结果也成了基督的见证。在约翰福音4章中，我们看见干渴的撒玛利亚妇人接受了主所赐的活水，在它里面成为泉源，使它成了主活的彰显。全城的人也因着他的见证信入了主。同样的，在约翰福音21章，我们看见饥饿的彼得接受了主所供应的食物之后，他一生的见证就是喂养、牧养神的群羊，就是召会那扩大的基督。他们的吃喝都连于见证，将主的见证带给了人，也将人带到主面前，成为扩大的见证。可见正确的享受陈设饼的必然结果，就是基督被彰显见证了。何等的清楚，见证的柜是桌子存在的原因，而享受桌子的结果乃是成为见证的柜。这要改变我们吃喝享受主的视野。神一切的供备都是为着他的见证，或者说神经过了过程，将他自己破碎成为可吃可喝的食物，就是那灵，不单单是为了我们的享受，更是为了见证他的自己。我们为什么要吃喝，乃是为着见证基督与召会。这样的吃喝就要产生神的见证，神的居所。所以陈设饼的桌子不是随意可得的，它产生的原因和产生之后所要带来的结果，都是只为着一个目标，就是神的见证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希望您能从今天的信息中得到亮光和启示。
你的点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转发是我们持续制作的动力。我们的网址是 thechurchintoledo.org。期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。